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有雨啊，看到天气都是阴沉的。刚刚呢还打了几声响雷，不过呢按照天气预报呢，应该4、5点钟以前啊不下雨的状态。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啊，就出来提醒一下。因为呢我看天气预报啊，从明天以后啊，好像1个星期都有下雨。下雨天啊，只要这个雨呢没有下下来，其实还是非常有利于骑行的，起码呢没有那么晒啊。刚刚出村来呀，保安看见你骑车不大方便从兜里去掏那个出村的卡，所以呢他就通过遥控器啊帮你把这个栏杆打开，让你呢顺利的通过啊。所以我们祈福的很多保安呢，真的我觉得还是心态相当好，对于村民的服务呢也是做得比较到位的啊。今天呢，我骑出了村，现在呢来到中运路上了。现在是绿灯，请通行。现在呢，已经骑行在中运路上，顺着骑行道向大湖山公园的方向骑行。好久没有在这条路上从这个方向骑行了啊！虽然这条路呢经过好几次的改建啊，主要是为了避让广台高速公路的隧道，使得重新规划以后的马路啊有些凌乱啊。但好歹呢，还是给你留出一条窄窄的骑行道，所以相对来讲呢，在这条繁忙的大马路旁边骑行还算安全。虽然看见有很多人都是逆行而来啊。
骑着骑着呢，迎面就飘起了雨来啊！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赶上一场大雨呢？左前方一大片绿色的区域呢，就是大富山森林公园了。现在骑进大富山森林公园，一个呢是离家近啊，另外呢确实这边呢是一处绿肺，骑到公园里面来呢，有一种空气清新的感觉。但是骑到这儿呢，又发现又在施工了。现在呢，我在公园里面掉了个头啊，还是向公园的深处去骑一段吧。还有这样的双人单车。
又一次经过这片广州亚运林啊，10几年之前栽下的树木呢，已经成林长大啊。大夫山呢，以有开放的山坡骑行道而著名啊。它跟很多公园不同，它欢迎大家骑单车，你也可以在公园里面呢租用单车，肆意的骑行啊。前一阵子我专门从大夫山的南门经过了好多座山坡，骑到了大夫山的北门，结果呢也吸引了一些朋友的点赞啊。有热爱骑行的香港朋友呢，专门给我留了言，表达了希望在大夫山公园骑行的愿望啊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来到了一整片的莲花水田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些莲花似乎已经开放完毕啊，更多的呢都是一些枯枝败叶了。还仅剩几朵含苞欲放的莲花，大部分呢都已经成了冲向天空的莲蓬啊，而且这些莲蓬好像都由绿转成枯黄，看来这个季节呢莲花已经谢了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还是密密麻麻的遮满了这个池塘，向远处望去呢，多少还可以找到几只正在盛开的花朵。前一天给我留言的香港朋友呢，他们因为在祈福村里面拥有房产，时不时呢都会回到这边来休闲度假。有一位呢说过个把星期要到这边大夫山来骑行，顺便呢看看莲花，因为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好像是4月份，莲花呢还没有开放，可是呢现在这个时节莲花好像都已经开完了，要等到盛开莲花呢要等到明年再早一点的盛夏时节才行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不管是谁只要热爱自然，热衷于骑行，路上呢会有看不完的风景啊。即便是过了这个莲花开放的时节，照样呢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在盛夏时节知了鸣叫的时辰，很多的路旁大片的小片的池塘里面呢都会开满着莲花，而且莲花的品种也很多，有睡莲，也有呢长得老高的这种莲花啊。现在呢，我在大夫山公园的最边上的一条小路上骑行啊。我看外面呢都已经是公园之外的当地建的一些创意园啊。每天在这边上班的人呢，
抬头看看窗外，就可以看到大夫山里面昂然的生机，充裕的绿色啊，应该心情会不错。突然遇到了一个大坡，看看能不能努力骑上去啊！骑上了一个小山坡。哎，到了这边了，又是一片莲花田。看来这片莲花田还是盛开着不少的莲花。我们就进去观看一下啊。你看，有盛开的莲花，也有更多含苞欲放的莲花，也有很多呢已经结了果子、结了莲子的莲蓬。所以，如果这位香港的朋友啊，下星期来，如果来到这边小的荷花池跟前的话呢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莲花。过了莲花池呢，就是一段上坡道啊。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呢，我是从前面的高坡上顺坡而下，今天呢再去稍微爬一段啊，但未必会去到南门那么远。大夫山公园里面呢，一个湖套着一个湖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小湖。还是看到不少的骑行爱好者啊，
在坡道上骑行。看来这一段呢，常上坡啊，努力骑上去。终于呢，还是骑上了这个大坡。经过了一处休息站啊，我记得上一次就从对面骑过来的。又一次来到七盏灯水库边上，
看到这个湖面啊，已经因为下起了雨来，形成了涟漪波纹啊。木已乘舟啊，已经骑到了大夫山公园的深处啊，所以呢，已经无处可躲。即便是雨下大了，也准备冒雨骑行了。现在离开七盏灯水库啊，是一条下坡道。我经常看香港一些骑行爱好者的视频啊。一般呢都在屯门新界那边骑行啊，也有很多的山道，也有很多很美的滨海小道啊。这边呢又有一大片的莲花池啊，我们驻足观望一下啊。可以看到这个雨下得有点大了啊，你看，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打在荷叶上啊，但是呢感觉很消暑啊，更有夏天的味道。看来还是有很多莲花啊正在开放，当然已经过了最盛开的季节了啊。刚刚说到香港骑行爱好者们，他们经常在那些山路坡道上骑行啊，但有时候呢也会在大海边上的小路啊迎着海风骑行。香港虽然地方并不很大啊，但是自以前的港英政府延续到现在的政策，就是尽量保留很多山坡地带的风貌啊，有很多的这些公园供大家呢去漫步，也有很多呢骑行道啊。只是呢那样的环境啊，一般都是要出了市中心。我前段时间没事啊，到香港去溜达了一下，因为疫情很多年嘛，总得去看一看啊。但就发现啊，不管是香港的老城区，还是中环那边的新城区啊，基本上都不适合骑行。除了有一些坡道以外呢，更多的就是马路比较窄小，没有办法呢开辟专用的单车骑行道啊，所以呢并没有看到有人在那边骑行，或者呢根本就不让骑行啊，也不一定。所以啊，原本我还想着以后能不能把单车带去香港啊，顺便在香港骑车观观景，但看来呢，除非要去到新界那些比较偏远的郊区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这样的愿望在市区里面应该是难以实现啊。
不知不觉当中呢，我已经骑出了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南门了。这个让我没想到啊，今天为什么骑得那么快呢？还是抄了一条捷径吧。雨呢确实下大了啊，但还没有到排山倒海的下来这样的程度啊。对面呢就是一座村庄，叫横江村。只能到了这里啊，看看能不能到村里面去转一转呢。这座横江村我还是第一次进到里面啊，看看这条村和其他的附近的村庄有什么不一样。进门来呢，也是一条村里的大街，看来这个村里啊也是车满为患啊，车都停到了马路上。还是有一些普通生活相关的小店啊，餐饮的、电信的、五金的，还有药店。还有凉茶店啊。这边呢有一个村民的广场，还有一些长廊啊，村民们在这边打牌，小孩子在旁边玩耍。这就有点像一个农村的村头啊，你看专门放了几个乒乓球台在这边，那小朋友可以锻炼身体啊。也有小朋友的滑扶梯等等啊，挺不错的一个感觉。一般乡村呢都有这样的村头啊，地带，前人栽了一些大树，后人在这边乘凉。这个村头的休闲场所还有个名字叫北片公园，大概指的是这个村分成南片、北片。这边还有地标，还是有一些路牌的，北苑进村大街、干坑大街、朱棣大街、横江民生小学，还有什么前后街啊？那我这条骑行的街道呢，就是北苑的进村大街啊。虽然呢是一个村庄，但是农民的房子呢也建得整整齐齐啊。我想象呢，也是农民把这些土地呢腾出来以后啊，进行发展，那么他们呢就会被集中安置在村内的这条大街的两侧啊。有些人家呢楼下可以开一片店，楼上呢就是村民们的住所了。
好，现在呢骑出了横江村啊。现在我骑行这条道呢，就是虞山西路啊，曾经呢骑行过很多次了。在我的左前方呢是景观大道北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景观大道，倒是有一条乡道啊，新修通的一条山路呢，叫莲花大道啊，可以回到喜福新村去。所以呢，我就准备啊，在前面的红绿灯左拐，骑一段莲花大道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骑行到莲花大道上了啊。进了这条道路呢，就有一种回到乡村的感觉。确实呢，前方就是一片乡野的景色啊，只不过呢，硬是在乡野之中开出了这条道路啊。看来不少开车的人已经知道这条近道了。我看这条小路上啊，来来往往的车不少啊。这边呢，不知道建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啊？会不会是这个村里面的一个什么行政中心呢？
左侧呢是一整片的香蕉林，还有不少的香蕉啊还没有成熟，挂在香蕉树上。这种香蕉树叶啊，或者呢芭蕉叶应该长得差不多，就很有南国的气息，同时呢也透着一种仙气啊。中国从古到今的文人墨客，尤其在他们的画作当中呢，最喜欢的就是画一棵芭蕉树啊，在宽大的树叶底下呢，放着石头做成的棋盘，总会有2位长者啊，怡然自得的在那边坐着对垒。就那个应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意境啊，有田园的味道，同时呢又有超越自然的意境啊，或者说代表着一种精神境界。现在呢，我在努力爬上一个大坡啊。今天在大夫山里面呢，已经爬了一个很大的坡了，但是没掉链子啊，还是顺利的登上了坡顶。相信这个坡呢，也不在话下。下了这个坡呢，前面应该是一片坦途了。今天呢，其实就是趁着外面将要下雨的这种天气啊，相对比较凉快，就到村外呢随意的来骑行一下，也没有想好什么目的地啊，就骑到了村外。原本呢，我在地图上看到大夫山公园里面呢有一个昆虫博物馆啊，当然我并不清楚它到底开着还是关着，只是想骑进去呢去碰碰运气。谁知骑到大夫山公园里面啊，通往昆虫博物馆那条路呢，好像在重新修建啊，挡住了去路，只能绕道而行啊。结果呢，又骑到了大夫山公园的深处啊。想到那位香港朋友说，他下一次想到大夫山公园来看莲花，所以我就留意了一下，也骑过了几个荷花池，感觉呢还是有一些莲花开着啊，或者即将开放，但是大部分的莲花呢都已经过了开花期，长出了很多莲蓬，甚至有很多莲蓬呢都已经枯黄了，感觉呢观赏莲花的最佳时节已然过去了。就这样骑着骑着呢，上了大夫山的峰顶，又一次呢在七盏灯水库啊旁边骑过，结果还没怎么用力啊，居然已经到了大夫山公园的南门了。想必呢我走了一条近道啊，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在大夫山公园里面啊，从北门进去，南门骑出来呢还是第一回。南门的对面呢就是横江村啊，这一条当地的村庄。
那么我也拐到里面去，稍稍的转了一圈啊，看到村民的村头的广场啊，还有一个北片公园的名字，看到村里的老人们在玩牌，孩子们在玩耍啊，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让人艳羡的一种生活啊。我骑到这边呢，我就突然发现，不知道谁在这边做了一个扶梯，可以更近的去到祈福村里面去。真的有人做了一个好事吗？从这条小路呢，就可以去到珊瑚居的那个小门了。好，我已经回到了祈福村里啊，现在骑行在珊瑚居这条环路上啊。好了，今天的随意的骑行啊，歪打正着的又逛了一次大夫山公园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期待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